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夏季人热，人们出汗比较多，但是有一群人群出汗比正常多1倍，尤其是腋窝下出汗多，从而让身体散发出恶臭味道，这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尴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适合夏天喝的汤水，高营养，但是做法很简单，在夏天常喝一些，好处是非常多的。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准备10克红豆，红豆是一种常见的食物，它的营养也很丰富，很多人都喜欢吃，它的口感是软绵绵的。红豆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 B、铁、钾、磷等多种有益人体的营养物质。红小豆也被古人称之为心之谷，富含淀粉、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不可缺少的高营养、多功能的杂粮。经常食用对身体有很多好处。这里我们用的是红豆，不是赤小豆。很多朋友都分不清红豆和赤小豆的区别，其实它们很好区分。红豆更接近椭圆形，而赤小豆则是圆柱形的，并且赤小豆的颜色没有红豆那么亮，总感觉暗沉沉的。相对来说，红豆的颜色要更深一些，而且看上去更加有光泽。平时我们适当吃一些红豆都是非常好的。下面再准备10克黑豆，黑色的东西在超市里面并不常见，但是黑豆基本上在很多大点的超市都有，在菜市场也能买到。黑豆也是属于豆类的一种，产量很高，价格便宜，所以显得非常普通。而黑豆相对特殊的一点就是它的个头稍微比黄豆大，而且外观是黑溜溜的，甚至黑得发亮。很多人虽然经常见到黑豆，但是买黑豆吃的人却很少。没吃过的人不知道怎么做，吃过的人觉得它和黄豆味道差不多。正是因为如此，黑豆的高营养价值被很多人所忽视。黑豆是典型的高营养食物，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均衡，而且含量高，都是身体日常活动需要的。而且黑豆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滋补食品来食用，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平时都可以多吃黑豆。接着准备10克绿豆，绿豆又叫青小豆，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豆类食物。绿豆中的多种维生素、钙、磷、铁等无机盐都比精米多，因此它具有良好的价值。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喝的汤水。我们在买绿豆时要选择优质的绿豆，优质绿豆外表呈蜡质，颗粒饱满均匀，很少有破碎，无虫不含杂质。劣质的绿豆色泽暗淡，颗粒大小不均，饱满度差，破碎多，有虫有杂质等。也可以闻气味，抓一把绿豆，向绿豆哈一口热气，然后立即嗅气味。优质绿豆具有正常的清香味，无其他异味。微有异味或有霉变味等不正常气味的为劣质绿豆。我们把红豆、绿豆、黑豆倒入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将它们清洗干净，洗去上面的灰尘杂质。洗干净之后，再加入清水，将它们放入冰箱冷冻1个晚上。冷冻豆子通常比新鲜豆子熟得更快，这是因为在冷冻过程中，豆子的细胞壁会被破坏，导致其中的水分流失，使得豆子更容易被加热时煮熟。相比之下，新鲜豆子的细胞壁更加完整，水分更充足，需要更长时间加热才能使其煮熟。下面再准备3克金银花。说起金银花，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新鲜金银花的营养价值很高，
像这种晒干的也不例外。晒干之后，不仅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更容易保存，可以留的时间更长。需要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非常方便。金银花中有多达15种之多的无机元素，有机酸和黄酮类物质也有很多种。在夏天喝点金银花也是非常好的哦。我们喝金银花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喝，如果将金银花放凉之后再喝，不仅口感会大打折扣，营养价值也会大幅降低。特别要注意的是，金银花一旦泡在了水里，就不能隔夜再喝。隔夜后的金银花不仅没有任何养分，而且还会产生亚硝胺，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不好。再准备5克甘草，甘草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我们经常喝的一些饮料就是用甘草加上一些别的草药熬制出来的凉茶，不仅仅是在口味上受到大家的喜爱，同时对于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着富含很高的营养物质。甘草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甘草在超市或者网上都可以买到，并且价格也不贵。先将甘草和金银花清洗干净，洗去表面的灰尘。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放入盘中。这是已经冷冻了1晚上的豆子，已经和水冻成了冰块，硬邦邦的。我们先给它放在一旁解冻5分钟。现在把金银花和甘草装进布袋子里，这样在吃豆子的时候更加方便。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请在底下留言+1，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装好之后直接放入锅中，再把解冻好的豆子放进来，再一次性加入足够的清水，中途不要再加水，不然会影响口感。我们不管在煮什么豆子，都可以先冷冻过后再煮，这样会更容易煮开花，而且营养也不会流失。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几个冰糖，中和一下口感，然后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煮开之后，你会发现豆子已经浮起来了。大火煮制的时间不要太短了，3分钟左右就可以。等煮到豆子表面没有明显的褶皱，这时候就可以把大火改成中火慢慢煮制，再给它煮上30分钟，让食材的营养充分煮出来。时间到之后，大家来看一下，豆子已经煮好了，而且红豆的颜色也已经变淡了，现在就可以出锅了。这道扁鹊三豆饮就做好了。扁鹊三豆饮流传至今有1000年，做法简单，食材易得，营养也非常高，在炎热的夏天来上一碗非常舒服，是夏季每个家庭必备的饮品之一。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我们下个视频见啦。